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专题研讨会周一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夏宝龙提出，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核心要义，是香港回归祖国这一历史巨变的必然要求，是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是实行港人治港的最低标准。同时，夏宝龙还为爱国者治港定下3大标准。夏宝龙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听取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2020年度述职时指出，香港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再次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这一重要论述是对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实践经验的高度提炼，是对一国两制实践规律的深刻揭示，为推动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保持香港长治久安指明了方向。夏宝龙表示，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应有之义，是香港回归祖国这一历史巨变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一国两制方针从形成之初就包含了爱国者治港这一重要思想内涵，这不是高标准，而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港人治港的最低标准。反中乱港分子之所以能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兴风作浪、做大成事，其中一个直接原因就是爱国者治港的原则还没有得到全面落实。要实行港人治港，就必须坚持爱国者治港，坚持爱国者治港，一国两制才能全面准确地贯彻落实。夏宝龙指出，我们强调爱国者治港，绝不是要搞清一色。怎样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爱国者？他引述邓小平曾经做过的经典论述：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并结合香港过渡时期和回归以来出现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可以清晰看出爱国者与反中乱港者的明显区别，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爱国者必然真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中乱港者则相反，还会蓄意从事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活动。二是爱国者必然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而挑战国家根本制度、拒不接受或刻意扭曲香港宪制秩序者，不在爱国者之列。三是爱国者必然全力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王振明会后表示，爱国者治港不仅是一个政治原则和要求，而且要进一步深化它的法律制度，目的是要明确一国两制除了有制度有法律之外，还要有合适的人来运用这个制度和这套法律，才能达到最初提出一国两制、制定基本法的初衷和目的。强调爱国者治港的目的它就是为了让一国两制能够健康的成功的实践，一国两制能够行稳致远，而不是说改变一国两制，也就是说，爱国者治港本身这是一个跟一国两制与生俱来的要求，它不是今天提出来，一开始就提出来，这只是说我们在落实过程当中，这个有一些制度机制不完善，那么现在要把它完善了，说这目的还是为了一国两制。出席本次研讨会的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陈少波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香港特区未来12个月内将举行押后1年新一届立法会选举以及特首选举委员会的选举，并将在明年3月进行新一届特首的选举，而且明年香港将迎来回归25周年，开启50年不变的后25年。在这几个重要时间节点的背景下，重温爱国者治港这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既是对香港治理现实的一个回应，也是对香港未来治理的一个规划。去年6月份，我们制定和实施港区国安法，是香港治理的一个划底线的动作。那么现在提出来落实爱国者治港，那这是一个设定轨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治理举措。对于我们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对于香港实现良政善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少波表示，爱国者治港作为一种政治伦理，实际上也是同国际接轨的常规做法。绝大多数国家选举都设有候选人资格审查，并设定了一些基本原则，确保竞选公职者爱国。但在香港目前体系中，这方面的规范明显不足，为反中乱港分子留下非常大的空间。那么我们可以试想，如果一个地区的治理者，他不热爱这个地方，他要跟你抱着一起跳掉悬崖，我们还敢让他来治理吗？当然是不行的。2019年我们经历了黑暴，经历了蓝潮，香港在那个动荡的社会中间，我们遭受的各种恐惧，我们当然不能让这种情况再次出现。所以实现爱国者治港是香港治理最根本的要求。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在这场专题研讨会上发表的讲话引发舆论热议，您对此有何观察？是的，美西，这是夏宝龙自去年2月履新国务院港澳办后首次公开发表讲话。那么这5400多字的演讲啊，作为开幕式讲话而言，确实是非常重磅权威的表态。仔细阅读这份讲稿，我认为夏宝龙运用了昨天、今天、明天3个时间维度来阐释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对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的重要性。归纳起来啊，就是第一，爱国者治港它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是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来源于邓小平在1984年的重要论述。第二，爱国者治港不仅仅是重要的历史性论述，更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呢，中央治理香港、完善一国两制的关键方法论。它来自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香港的具体实践，是香港由乱及治重大转折所揭示的深刻道理，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真理的辩证法。第三，爱国者治港更是推进一国两制事业的时代呼唤。当香港站在100年变局的关口，当香港遭受反中乱港分子的破坏，当香港面临境外势力的恶意渗透，当香港深层次矛盾逐渐暴露，香港同胞急切盼望重回繁荣与稳定，那么如何堵上制度的漏洞，筑牢法律的藩篱，确保一国两制伟大实践行稳致远，爱国者治港就成了承前启后的必然要求。那么在您看来，夏宝龙的演讲中有哪些关键信息值得关注呢？20多天前呢，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听取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述职报告时，强调了爱国者治港原则。他指出，这是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事关香港繁荣稳定的根本原则。夏宝龙今天的讲话通篇围绕爱国者治港展开，虽然他最后说主要是所谓的老调重弹，但是在我看来，其中有相当多的关键信息具有政策风向标的意义。怎么解读？我们不妨从他的关键句中寻找答案。夏宝龙表示啊，爱国者治港是香港回归祖国这一历史巨变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治港者必须能够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才能确保一国两制实践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行得稳、走得远，不变形、不走样。坚持爱国者治港是关系到一国两制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原则问题，容不得半点含糊。夏宝龙横向对比了世界各国，特别点破在香港发生的咄咄怪事。那就是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竞选公职的人都要努力通过各种方式来展现自己的爱国之心，都是比谁更爱国。唯独在香港，竟然有人把对自己祖国的反叛作为政治资本来炫耀，甚至以反对国家、抗拒中央政府、妖魔化自己的民族为竞选口号。在宣誓就职时极尽丑态之能事的政治表演。那么在我看来，这种咄咄怪事扰乱了香港政治生态，毒化了香港政治土壤，是对自由民主的扭曲，是对中央管制香港良好初心的诋毁，是对一国两制实践的假和尚念歪经。因此，坚持爱国者治港就成了香港拨乱反正的必由之路。这不是高标准，反而是港人治港的最低标准。放眼世界，我们这样做天经地义，无可指摘。那么问题来了，如何界定爱国者？
它的客观标准又是什么呢？夏宝龙今天同样给出了权威论述。在香港回归祖国前呢，邓小平曾有过经典论述，他说：“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形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那么，在香港回归祖国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将这个宽泛的概念落到实处，用以指导我们今后在香港的具体实践。结合香港过渡时期和回归以来出现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夏宝龙在演讲中明确给出了爱国者应该表现出的3个必然。首先，爱国者必然真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其次，爱国者必然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别行政区的这个宪制秩序；再者，爱国者必然全力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这也就引出了这场演讲的核心主旨句，那就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个政权架构中身处重要岗位、掌握重要权力、肩负重要管制责任的人士，必须是坚定的爱国者。在明确爱国者治港原则的方法论后，我们就要进行具体实践，那就是完善相关制度，其中最关键、最急迫的就是要抓紧完善有关选举制度，确保香港管制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港者手中。香港的一些反对派质疑中央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是在向所谓一国一制倒退。那么您对这种论调是如何评价呢？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将给香港带来哪些改观？事实上，无论中央如何完善涉港的相关制度，那么香港的一些反对派都会跳出来说这是所谓的向一国一制的倒退。为了立场，他们不论是非，玩弄的不过就是颠倒黑白、因果倒置的话术，根本经不住拆解。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伟大的创造，是几代人接续努力的伟大实践，肯定会比任何人都会更加爱惜一国两制。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实事求是，在实际的贯彻落实过程中既坚持原则，也讲究方法。夏宝龙在演讲中特别指出我们强调爱国者治港绝不是要搞清一色。夏宝龙传递的信号十分明确，那就是中央认为香港绝大多数市民的底色仍然是爱国爱港。也正由于香港中西文化交融的这个客观现实在这样的多元社会里必然存在一些由于对国家、对内地缺乏足够了解而产生的成见和偏见。那么对于这些中央是理解和包容的。爱国者的范围一直都是广泛的。那么至于爱国者治港原则下的选举制度它如何完善，又将给香港带来哪些改观，当下我尚无法直接预测。但我十分明确的一点是，爱国爱港者治港的下一句是反中乱港者出局。好的，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